苏凯27战斗机是在前苏联时期由苏霍伊设计局设计的双发全天候重型战斗机，以气动外形流畅、机动性能卓越著称，北约代号为侧卫。苏凯27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对抗1970年代美军发展的战斗机，主要假想敌是 F-15，设计要求长航程、重武装及重视操控灵活性。苏凯27除了担任空优任务为主的机型之外，还有其他多种任务的衍生型，依照当代战机世代划分，属于第4代战机。1960年代末，美国受米格21、米格25原型机和米格23原型机首飞成功的影响，从1965年相继开始了 YF-15重型战斗机计划和 YF-16轻型战斗机计划，形成了高低搭配的概念。海军也有了从淘汰的 YF-17衍生出了主力舰载机 F-A18 大黄蜂。作为回应，前苏联于1969年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未来前线战斗机计划 PFI， 其主要目标就是要超越 F-15， 所以此计划也简称为反 F-15。后续的评估显示，为了需求数量的单座战机，想要同时达到运动性与航程的要求过于困难。在米格设计局的总裁的要求下，这个 PFI 计划被一分为二，轻型 PFI 以及重型 PFI， 和美国 F-15、F-16设计中以缠斗能力分离不同。苏联偏向制空权防卫的战略是以航程防御圈做分别。后来苏27和米格29都拥有相当优秀的机动设计，也是因为如此的理念所致。参与此计划的有雅克弗列夫设计局的雅克45、米高扬设计局的米格29，以及苏凯设计局的 T10。T10是苏凯27的原型机，在苏凯设计局内部编号 T 代表三角翼布局，10代表苏凯设计局的第10种三角翼飞机。雅克设计局在初期就退出竞标，转为发展垂直起降的雅克41战斗机。经过一番竞争后，当局决定发展较轻的米格29以对抗 F-16， 发展重型的苏凯27以对抗 F-15， 而落选的雅克弗列夫设计局则只能继续独自研制垂直短距起落飞机系列。总的来讲，苏凯27是为了因应苏联空军对有远距续航能力与大载弹量的战斗机的需求而设计的。当时前苏联在钛合金制造以及在苏凯 T4 上实验成功的线传飞控系统方面具有一定技术积累，这对后来的研发起了很大的作用。总设计师帕维尔·奥西波维奇·苏凯于1975年9月15日去世。在这之后，由米哈伊·留申、佩特罗维奇·西蒙诺夫接任主设计师。代号 T10 的原型机于1977年5月20日首次试飞。这个设计由大型三角翼、2个各自分舱的引擎和高垂的双垂直尾翼，如同 F-14的设计，2个引擎间的空间提供额外的升力以及隐藏武器的空间，减低被雷达追踪的性能。然而，由于电子设备，尤其是雷达系统问题解决缓慢，直到1985年苏凯27才正式交付部队服役。1986年才大量由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加加林飞机制造厂生产，迄今已有数百架服役，并出口多个国家。新飞机的空气动力设计交由苏联空气动力研究所负责，成果由米格飞机公司与苏霍伊共同分享。因此，苏凯27的基本设计与 MiG-29相似，只是尺寸要大得多。为了能最大减轻重量，它的结构采用了大量的钛，比例比任何当时的飞机都高，而且没有采用复合材料。后掠翼的前沿延伸融入机身，基本上形成三角形，翼尖剪裁以装置飞弹或电子反制设备。苏凯27因为有传统的水平尾翼，因此并非真的三角翼飞机。此外，引擎外侧还有一对垂直尾翼以及一对向下伸展的尾鳍，以增加侧向稳定性。1989年，苏凯27首次亮相于法国巴黎航展，2300公里的遥遥路程不需加油，一口气飞到，最大飞行仰角120度。普加乔夫的眼镜蛇机动，被雷电击中且部分元件被融化，还能完成筋斗并安全降落等等优异表现，赢得西方观察家广泛好评。
除了相当好的操纵性外，苏凯27利用很大的内部空间储存大量油料，超载设置最大航程能在内部油箱携带9400公斤油料，但操控性在这样的负重下会受影响，因此设计的油量是5200公斤。座舱中配备有抬头显示器以及 ZSH-3UM 头盔照准器，使得苏27能像米格29一样做到看到哪儿打到哪儿。苏凯27应用在苏联防空司令部及苏联空军，在防空司令部，它主要担任拦截任务，汰换老旧的苏凯15及 Tu-28。虽然苏凯27具有携带空对地武器的能力，在苏联空军，它的主要任务却不是空中支援，也不用于战场空优，而是特别用于对抗北约的空中加油和空中预警系统。战机系统，苏联专家知道，北约因为这些战略资产而具有相当程度的优势，因此相信对这些系统的攻击将可以限制北约组织维持和延伸其空中打击能力。